今天和大伙聊个感人的小故事。男人救了狐狸，晚上狐狸变成妹子前来报恩，把男人给榨干了。好故事阿正陪你看。这次想聊的故事叫狐珠湖。话说乾隆年间，北京的海淀还属于人烟稀少郊区，有个男人去某个贵族家里应聘了守墓人的工作。工作本身倒不辛苦，就是身处郊区，平时连个人影都见不着。他还想着，要是有个美少女就好了，最好是妖怪变的报恩的那种，到时候故事里的书生差不多。结果还真让他等着了。这天他正坐在那里百无聊赖，忽见林间窜出几条恶犬，追着一只白狐妖。守墓人见状，心想这不就是报恩的前置任务吗？大喝一声，孽畜休得逞凶！但见棍影翻飞似蛟龙，犬飞变作乌鸦四处逃窜。他俯身捧起怯若游丝的白狐，只觉掌中温热轻颤，应该还有救，于是决定帮助他。守墓人好心把狐狸带回去治疗，终于狐狸可以走动了。守墓人送走了他，美美的等待狐狸报恩的消息。果然正如守墓人的幻想一样，当夜子时柴门吱呀作响，只见一个姑娘身穿黑色旗袍，面若桃花，眼含春水，纤腰不过一握。女子盈盈下拜，恩公白日救命之恩，奴家特来结草衔还。这说辞看似很合理，但白天分别时分明是白虎，可为何眼前这人却是一身黑呢？被老二控住的守墓人完全没注意到这一点，他真以为是自己的桃花运来了，开心的不得了。切记切记，当老大控制老二的时候，他才是老二，不然他就是老大。结果嘛，不过2月光景，堂堂7尺汉子竟行销鼓励，眼窝深陷如鬼，走路须扶墙，说话带痰名，偏还痴念着胡娘真心待我，即便衰弱憔悴也没怀疑他，任周围人怎么说都不信。没想到几天后，又有一个全身包扎的狐妖找上门来，黑发白衣外加一身伤口，看来他才是被狗咬了的正主。正主进门一看，不好，有牛啊！话说这算捉奸在床吗？真狐女气得爆炸，我养伤未愈，这贱婢竟敢冒名作祟，今日请的姐妹见证，并要清理门户。话音未落，真狐女带来了几个帮手，一起上前群殴。假狐现出原形，那竟是只秃尾黑狐，依然七窍流血而亡。此时真狐也向守墓人解释了一切，原来这个女人假扮成他，就是为了接近守墓人，然后榨干他，让他精尽人亡。真狐还告诉守墓人，自己才是那天被救下的狐狸，只因伤势过重，报恩迟了。不过很显然，守墓人并不想领情，他竟抢过墙上的猎刀，红着眼嘶吼：“还我老婆命来！”他表示自己和假狐狸生活得很幸福，随后还赶走了真狐狸。就这样，女子大哭着消失在了黑夜之中。或许那狐女回去后会感叹，要先得到男人的身子，才能得到男人的心啊！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如果是你的话，面对真假狐女，那你会怎么办呢？这是日本漫画家教导猿人画的蓬莱县里中的一篇，故事全都取材自我们中国古代的神怪传说。作者是用漫画的笔触，将沉睡在我国古籍中的志怪故事重新勾勒于我们眼前，而且内容相当还原。比如这篇狐珠湖就改编自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卷16孤望听之2的故事。文言文的原文我放在这里，大家对比一下就知道，这漫画基本是按照原文去描绘的，说明我们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在时代浪潮里褪色，而在异国漫画家的笔下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。那些曾被蒲松龄寄云以墨香封存的狐妖鬼魅，如今在分镜与王颠指尖翩然复活，这既是对原点的致敬，也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啊！好了，这次故事就说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也给个3连转发支持下吧。